地震工程的科技哈。好，那什么叫地震工程的科技哈？我们看一下，到底我们用科技的方法，怎么样让地震的东西哈比较影响比较少？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哈，什么叫做耐震哈？耐震就好像水族箱容量够大，水桶中的水倒进也不会让水流出来，就它的容量够大，我们这个叫 capacity。好，那我能够承受这么多的水的箱子，你在水不要大于箱子，我都可以承受得下来。这句话建筑物就是说，我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耐震容量，那你再大的地震，我都可以承受得住或消耗掉耐震的能量。观念从这边开始哈。那建筑具有高标准耐震能力，大地震发生不会轻易倒塌，好，不会轻易倒塌，好 ，OK， 好，那不耐震的结构就好像这样，水族箱容量过小，好，它就会满出来，房子就倒了。大家观念就是这样了哈，能不能承受？这个举例很简单了哈，假如你现在欠债1-2万，可不可以还？还得了。如果说欠债100万呢？有一点还不了，我讲你个人，不要讲别人。如果欠债上亿呢？我懒，我你糟了，好，对不对？上亿对你来讲，你根本不能承担啊，就全部就垮了嘛。好，几百万你可能说啊，卖个几年，把几百万赚回来，做苦工。可是如果说你说几百万，搞不好做个10年还赚不完哦。如果你没有什么技能啊，如果说你欠债上亿的，我想很多人都难哈。耐震结构就是这个概念而已哈。好，那什么叫做减震？减震就是说哈，地震的能量虽然来了，像水桶一倒水嘛，可是我这边可以卸掉啊。你这边再多的水，我卸得够快，我就不需要，容量不够大也可以啊。就以水箱的观念来讲，就是说我虽然欠钱，我现在可以赚一点钱回来啊，我欠钱可以还啊，就跟买房子分期贷款的概念一样。那这就减震结构。好。这边你看到这个结构是个框形构架，我就谈它结构来讲哈。那这个斜撑很重要，是抵抗水平力。所以为什么我们行架还没讲哦？行架的隔间里面没有斜支撑，视为不稳定。这个后面讲稳定不稳定里面，你影片可以先看，然后影片哪些东西看不到，记得跟我讲一下。好，斜撑的时候会抵抗它侧向的力量的变形，所以这个叫减震结构。哦，那最近花莲地震那个天王星大楼 ，OK， 哦，可以把它关掉，没有，那冷气如果开了把它关掉没关系。哦，这个窗，哦 ，OK， 免得它漏掉哈。好，那减震结构就是这样一个阻尼系统，我们看一下哈。OK， 好，哦，那什么叫隔震系统呢？隔震的意思就是说我双漏管，它是要用水箱来比喻啦。这是国家电震中心它的那一本书本里面，我把它直接翻下来哈。他说呢，只有一个部分用双导管嘛，双导管漏斗，水桶的水倒到水族箱，大部分的水都从粗导管排掉嘛。就是说我其实地震来的能量哦，我就隔震，它会震，我不让地震来影响我，很多都漏掉了，都排掉了哈。这有点像太极啦。好，那。讲太极太抽象了，你没有打过太极拳哈？那我有打过，打得不好。然后你看这个哈，你机车有没有一个避震器？有没有一个 cushion？ 有吧？好，你们在玩机车都哦，那 cushion 多少钱？你觉得那避震器很贵，对不对？好的跟不好的差很多。它就是把建筑物底下装了避震器。好，那震动的时候，它在震动的时候，对这个主体结构影响比较小。你机车装的避震器是不是骑起来在上面比较舒服？不会因为地面的路况感觉到整个坐得很不舒服。汽车也好，机车也好，都是这样。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底下震动归震动，我让这个阻尼器吸收掉我隔震的能量，它建筑物就不会因为地震而受伤。这就是耐震科技讲的一些东西啊。这个叫做减震，这个叫做隔震。所以装这个45度的。跟这个底下装弹簧的是不一样的概念，所以有人在施工的时候看到这个是铅芯隔电哦，你等一下看那照片，那这东西就是所谓隔震系统。好，将来你做大楼，尤其台北市的大楼现在都做隔震装饰蛮多的哦。
你以后在大楼在施工说，哎，怎么他做这个？你要知道这是在做什么。哦，好，那补强建筑呢，用在老旧建筑。那现有的水族箱容量过小，但不想丢掉，我就把加深水箱的容量就加高。好，它可以多装一点。那老旧的地方做什么加装呢？在柱子里面提升柱子或墙壁的量或柱子的刚度。所以老旧房屋补强就是在柱子上面处理。这后面你看到，哎，我们房子怎么样去补强建筑？这又分一套喽。这个隔震系统没有办法在旧的做哦。好啊，这个可以在旧的做哦，减震可以哦。这个旧的没有办法做，这新的大楼开始做起。可能将来会有方法研究说啊，在底下怎么做？好，也有，像高雄火车站不是平移搬家了吗？你把隔震做好再搬回去啊。好，它整个要移开再移回去，所以这个是比较可能古迹建筑会用得到。啊，如果你那一般大楼哦，规栋它当一个刷过来，不容易哦。好，不容易。这是跟各位大概简单讲一个概念不是说不行。方法是人想出来的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是几点的钟啊？所以我上得太早了，没关系啦，好，我不计较这个啦。我刚看那个时间不对，好，算了，来，我们看一下减震系统来，这个这是一个手推房，这是柱，这是梁，很简单的一个构造，这是门字形结构。我们在结构学常看到一个门字形构架，有没有？在钢架里面，我不晓得你还有没有印象？后来用了三角拱，这是 fix end。你推它的时候，你看迅速释放，模型左右会摆动，对角线长度随着摆动而伸长缩短。这房屋震动的情形越来越大，越来越小，最后到0。所以你看一个房子去推它，当然它是钢体，你推不动嘛。如果它是有点弹簧软的，你推它就会动了。这是跟你讲什么叫减震系统那在对角线加一个斜撑。你推它就不容易动了，所以你知道我们在算结构造型的时候，这样叫做力这样推，我们这个叫做反对称，它会产生一个这样的 delta， 这边一个 delta 的位移。所以我说结构在后面算变形的时候，你要知道结构形状的变化的形状，什么地方有反曲点，什么地方有侧位移，要弄清楚好，那加了一个斜撑，它就比较不会晃动。那这边又加一个阻尼器它又会吸收震动的减震器那就迅速释放，模型还会晃动，但是时间短，幅度就缩小，这就是减震器的功用。好，这样知道了在理论上我们就加了一个斜撑，所以这个在钢构造最容易发生。屋顶，各位屋顶很多房子上面加盖铁皮屋，很少加斜撑。如果你自己要住，加一根斜撑吧，拉杆就好。有一个旋簧钻的，就一根拉杆，然后里面有个转那个把它转紧，然后可以的话就是加一根斜撑，力量就整个构架就非常稳定了。这跟各位大概讲一下好吗？大概是这样的概念好，你看这个就是斜撑，看到看到了吧？这就是斜撑看起来不太雅观但是不得不啦，好不好？那这油压阻尼器这是它的全名流体粘滞阻尼器 ，fluid viscose 粘滞的嘛 ，damper， 所以阻尼器我们英文叫 damper。那构造是有个活塞的圆筒，填入粘滞性的流体，然后呢，活塞前后活动的时候就快速通过活塞的孔隙，然后因而流体因摩擦而增温。在前后活动的过程中，会转换成流体热量，减少结构的振动，就振动能转成热能，这就是你摩托车的避震器啦。有空把它拔下来看看，里面有一些油，有没有？所以避震器在漏油的时候就是坏掉了，知道吧 ？OK， 好吧，好，这减震器，有的结构做这样你其实去看现在很多大楼都有做这样减震其实在那个梦时代你会看到很多这样的斜撑梦时代那个整个是钢构OK， 好，那这个是我在东部看到了一个警察局，我都会批评这一间建筑物你看角落，它就做这样，它没有做阻尼器但它在转角的地方做转角因为东部地震很多嘛，这警察局
那我是嫌这一张照片，它既然警察他们都红色的砖嘛，好，那这是灰的嘛，最起码把它涂一下漂亮点，不然外面把它包一个东西起来，变一个柱的样比较好看呢。这赤裸裸的哈，蛮难看的哈。我是觉得力跟美要结合啦，我个人呐。但是他如果没有预算，这样也就有做补强了啦，好不好？好，那刚才会有buckling的现象哦，有人叫 buckle 啦或 buckling 哈。你看钉铁钉就好了，你钉得太用力的时候，钉子会弯掉，你只要把它撑着这样钉，它就不会错曲了。好，错曲在钢结构常常提到。所以各位同学要记得哦，你只要学到钢结构，错曲是必要学习的东西，好不好？哦，那错曲有一个叫数字的斜撑，这是核心钢材，这十字柱哈，双十字柱，然后是在钢结构里面看到了哈，这个加上这两片钢梁就变成这样，所以这叫错曲数字斜撑，这一个啊用扣片，好，这个我们叫做 BRB。buckling restraint 是数字柱 ，restraint bracing 是拉斜撑的部分，所以这个叫 BRB， 是钢板减震器的代表，其构造是在核心钢材的外围加装外套管，里面灌混凝土，防止核心钢材受压错曲。所以什么叫 BRB？ 你要懂。好，将来出去做大了，我们这里没有做 BRB， 你就知道了。我想专业跟非专业差一个门槛而已啦。好，它的理论是中间地方柱不要错曲掉，错曲掉整个从中间就先断掉了。好，地震的观念就是强柱弱梁，你如果观念都有了，去做工程照图施工就好，观念对就可以了。好，那这个就是 BRB， 看到吧？这个灌起来以后里面灌混凝土 ，OK， 好。这样你有概念了哈，以后看到学生里面加这个里面是什么？一定里面灌混凝土防止它的错曲。好 ，OK， 好，你看 BRB， 你会看到钢构里面看到 BRB， 懂了哈？好，这样各位就进专业一层了。好 ，OK。那你看到大楼是不是看到这样的减震系统？有没有看到？只有这样的话，上面侧位移就大。如果没有的话，这更大。所以上面的摆动幅度相当的大，所以我说过，其实不要说地震啦，我有一次去高雄最高的楼层是85嘛，那在85还没有盖好以前，最高到是长谷50层，就是在民族路上那个50楼嘛。那50楼上面顶楼是一个俱乐部，那刚好这已经30-40年前的事了民国80几年嘛，现在民国130年前的事。那刚好我认识一个朋友，他是在那个俱乐部的，他是那个会员，你有会员才可以去那边消费嘛。我去那边吃饭就是吃一顿中饭，然后你看他的台灯我其实去我都喜欢看天花板，那台灯从我进去做，因为我比较早到我不喜欢迟到，那台灯在那边一直摇来摇去，你知道吗？固定在那边摆来摆去。我后来就想说，50楼顶为什么台灯一直摆？就它50楼顶风吹，光风吹它就会移动。所以你不要说50楼，平常就是有风力。所以在美国设计大楼的时候，不考虑地震，但考虑风力，因为风也是水平力，它会这样摆。所以你看它台灯晃着，水晶吊灯这边一直看，摆不停看久头会晕。它这一层吊灯这样子，晃过来晃过去，我就在那边看那个吊灯。后来才发觉，原来楼层越高，风力的影响蛮大的。好。这各位了解OK。那一般来讲，一栋建筑物至少1/2以上楼层安装减震器才得到减震效果，所以这个装这样没有用，要1半以上，因为这个很贵啦，懂不懂？所以它要装的多一点，知道这样就好了这个很有名，在101，那在92楼，你有机会去台北101的时候，买一张票到观景楼票，我不知道多少钱，几百吧，500还多少几百我忘记了他可以看台北的那个周围有观景台，然后他还可以看这个整个质量，这个整个大的质量块金色的。你如果去的话要买门票，在101，从1楼搭到92楼我记得92还是93，忘记了有机会去看一看。那这地震的时候好几次他都平安无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有用的这是一个减震的系统那它的原理是这样
101大楼不只承受地震，还有风压，所以我说大楼不是只有考虑地震，它有风压力哦，风压力是每天都有的。好，那你看它92楼这边，你看摆一个悬索，然后一个什么质量块、油压阻尼器，那这个球在87楼，然后风吹的时候这样压过来，有没有？这下面要有 cushion 压过去，然后又压过来，好，所以它这个阻尼器的拉或伸，好，让它怎么样吸收了大楼震动的能量，所以它就不会摇晃了。这也是一个 cushion， 懂了吧？所以有机会你去看一下，到台北的时候，上面可以看到象山哦，象山我有爬过，很漂亮，很好走。有机会去台北去象山走一走，捷运站坐到象山站下车，绿线吧，我忘记什么线了，反正到象山站去走走象山，看看101，很漂亮，好不好？这是那个阻尼器，好。那隔震的原理就是这样，我们看一下，把积木放在桌上，叠成房屋的形状，左右摇晃模拟地震，它就垮了嘛，对不对？积木是这样嘛。那如果说我把小屋顶盖在滑板上，这个左右摇晃然后滑板在上面滑，它轻而震动，但是不容易倒塌。跟这个来比，它比较容易倒塌，对不对？它容易嘛，它比较不容易。这就是我们所谓隔震的原理，这两个就是隔震。好。那所以如果家里面你要保存很珍贵的古物，你要学这样，你的橱柜底下要做一些水平震动板。如果你家里很有钱，会保存古物，这古物有的是上亿了。台北很多大楼里面很多这种东西哦，你在这个橱柜下方就帮他设计这个东西，一个阻尼器让它减震，不然地震完这全部掉下来了。像刚刚看到骨灰坛一样，整片掉到地上去，那这都钱哦。骨灰坛是不只用钱去衡量，骨灰坛是看得很伤心，我们祖先怎么倒成一地，跟人家和在一起，打架打得和成一堆，姻缘啊哈，这就是隔震原理。当然这个设计还有很多种做法啦，只是给你参考哦。这个古物柜是这样保存，这里面还要什么恒温恒湿，还要减震，所以你有概念就好。来。这就是减震的系统。我们看到这个橱柜，这里面是不是一个花瓶？底下这减震器，滚动式支撑平台，这是有真的在做哦。如果是有钱人，他们真的会做哦。那不要讲有钱人，故宫博物院要不要做？他们的古物是美卡梅阿内帕一样，知道吧？那个翠玉白菜虽然一小颗，一压坏了就没有了，知道吧？所以这个其实很多博物院它必须要做，博物馆要做这样的设施好，那这个讲到是铅芯隔震，我们看一下建筑物的隔震器通常装置在一个建筑物的基础或低楼层处，隔离地表的水平震动。像铅芯橡皮之震，我们叫做什么？LRB。立的是铅嘛 ，rubber 是橡皮橡胶嘛。那 bearing 是承受的意思，那它这个我们就是简称叫 LRB 嘛，那是最典型的一种那铅芯是辅助建筑在地震后会拉回原位，那天然橡胶片在这里，让隔震器能够水平变形。那钢片呢，它有一个橡胶一个钢片让隔震器具有垂直承载的重量。那下面还有一个副板，隔震器锁在上下墩柱之间。所以这隔震器构造你大概看一下那它这原理就是这样，地震前这样，地震后这样，地震来它会这样摇，上面摇你的，下面摇你的，它就是连在中间，不要让建筑物离开它，但是又可以让它移动，这就是铅芯隔震器，它锁在里面了，我这样拍照而已好，就这样，这是铅芯隔震器好，各位看一下概念那这个也是，这个最后把它封起来，封成这样，看到没？所以这个大楼如果做这样，这次里面有做铅芯隔震的OK， 好。那建筑的震动量的比较你看它地震仪在顶楼1楼基础没有隔震的5楼建筑是 0.67 个 G， 相当的大5楼就 0.67 个 G， 1楼才 0.26， 这 G 是那个重力加速度那 0.26 基础 0.26， 那振动放大频率，顶楼除以基础，就是要放大 2.58 倍，什么意思呢？基础 0.26 G， 上面 0.67，
你2个一除，就是说从基础为1，上面是它几倍？这是2.58，这叫放大率。会看了哈。那隔震6楼以上0.07，是不是？放大才变成0.027，反而更小。你加了隔震，它只有放大0.27倍，没有加2.58倍，很大咯。所以建筑物装了隔震，的确可以让震动减少。哦，这是没有装隔震，这装隔震，你可以好好的睡。这是病床打点滴OK， 这手术房。所以医院它也是要求里面要做隔震比较好，OK， 这台大，因为这一份资料是台大的教授写的，他就那时候还没有盖好，他就把土木系管做的隔震到了2楼隔震在这里，这是他们标榜台大土木系研究大楼做怎么样也给他广告一下啦，他算是国内我们最土木的优秀人才，几乎都在这里啦，说实话了，好了，也不得不赞叹好，那管线会破裂，刚好看到那个饭店管线破裂嘛，所以管线的地方要预留弯曲可变形的长度。那像雨水管一样，这边你看，在地震的时候这样不要把它弄死，然后摇晃它还可以往下弄，所以地震来的时候它还可以承担。这边还有一个隔震系统，有没有看到？所以差别在这一个啦，要跟它接头要做好，不是软管就是不要锁死。不然一地震就错位，就裂掉了，裂掉就漏水。那这就是软管的设施。好，各位看到一下它里面做这么多东西，所以我说你做防震的建筑来讲，我想台湾如果要盖高级住宅，一定是盖防震的。那你盖高级住宅的利润会比较高，在台湾我讲过，就讲一个最简单的啦那个中空楼板里面放铅球，我没有照片放下，我临时想到。中空楼板大概那个厚度大概是30到50公分不等，就我的楼板厚度里面放了保丽龙球，双层楼板，认真看每个都像 I 型梁，里面加了保丽龙球板。可是你想想看，大楼一个楼层多30公分，10个楼层多了3公尺，一个大楼假设3公尺做设计，我盖10楼等于人家盖11楼，所以建商考虑来讲，我如果盖30楼，我少了3个楼层，我如果盖30楼。每一个都有中空楼板，那这个盖了30楼，那可以盖33楼。你知道3个楼层它可以卖多少钱？建商考虑的是我可以赚多少钱啊？我管你中空楼板，中空楼板其实底下的隔震非常好，住的舒适环境很好，可是还是有人盖，他牺牲了3个楼层，所以他成本一定要打，因为一个楼层3米嘛，他占什么一定要打1.1倍，懂我意思吧？所以大概是这样在做，所以你慢慢去看这个北部大楼很多的时候，这个都一定会考虑管线不要漏水然后这个是那个实验这是模拟，这个就反力墙reaction wall 那这是一个 shaking table 如果你有做耐震的实验，这千斤隔电的时候，在做加载的时候，模拟加载，然后千斤顶模拟地震的水平力的时候这个叫 shaking table 所以你有做过你有做过结构试验，大概就清楚这样的一个设置嘛。反力墙就是我力量有力必有反作用力嘛，它固定不动，让力量施受在这个台上面。就这样，这就是它的反力台，这就是它那个我们那个 shaking table 好，那这是电脑模拟分析的建筑结构摇晃的情形。你看这摇晃很大你不要看大楼这样它摇晃起来非常的大。我个人比较不喜欢住高楼，是因为摇晃太大，头会晕。所以我现在不是比较有钱，我住那个透天都是破破旧旧烂烂的隔壁的邻居的水准也不是很高，那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啦有能力我们就去住好一点的能力有限的好不好？不过不错了啦，有人没房子住好，那台湾那个地震损失评估系统对工程物分为4大类：一般建物、重要设施、交通系统、民生系统。那我们的住宅大概是这样，学校是重要设施，交通系统、公路、铁路、桥梁、机场、港湾，然后民生系统用水、瓦斯、电力、石油。所以台湾地震损失评估系统就是活断层的调查跟地震活动的特性
那各个地区发生地震的可能性跟地震的规模进行比较性的风险。好，那在发生强震前，根据不同规模的地震假设，一系列的灾境模拟。这一次地震那个他有提出模拟评估损失哦，他就是在用电脑，尤其现在用大数据推得更准。所以各位同学，真的你以后到工程界不要再那么落伍以为就是做这样而已，他还可以推估将来怎么做，会发生多少的灾害，甚至以后在做工程的时候可以推估你大概遇到的风险有多大。这个你将来都是用电脑在模拟了，大数据是在出来模拟。工程案例会累积很多经验进来，最后你这基地情况输入之后，他会去找基地的状况、周围的情形，分析完会告诉你个评估。将来你还会看这个东西，知道了包括土壤液化潜在区是哪些，包括地质状况，以后会越来越清楚啦，知道吗？现在可能不是那么清晰好，那大概讲这样好，这个讲了25分